包包的拉链坏了怎么办？你是不是会花高价格去裁缝铺修呢？其实完全没有必要的。今天一个视频教会您，在家自己就可以修复如新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小明家魔法。大家看看这个拉头拉过来，那么这边就开了，这个拉头就是坏了。按道理说的话，就要把头上给它拆开，把拉头取出来，重新换一个，然后再重新把它缝上，这样非常的麻烦。那么今天教大家一个方法，不需要拆卸，方法简单快捷。在拉链这头给它裁个小口，两个位置都需要剪开。然后把拉链头慢慢的取下来。在这个剪口的头上，其中的一边用剪子剪断几个拉链齿，这样方便下一步操作。再找一个好的拉头，先把没剪齿的这头给它装上去，再把剪齿的这头续进去。这只手需要按住这边，这只手往前拉，这样来回拉几趟，说明这个拉头是合适的。再把剪口的这一边找出针线，来回给它缝几下。穿针引线看着简单，但是对于老年人、花眼的老人特别的费劲的。今天再给大家分享一个穿针引线的快捷方法，手掌穿针法。将线放在手掌心中，然后取出针，确保针的屁股上有一个洞孔，这个洞孔需要对着线。然后通过针眼观察线，确保线的方向正确。接下来用针在手掌心中左右摩擦，使线与针产生摩擦力。不久后，你会发现线已经穿过了针孔。这种方法非常简单且方便，不需要其他工具或材料就可以完成穿针。当看到线从针孔中透出时，抓住透出的线段将其拉出，这样线就已经穿好了。这种方法比传统的线头对着针孔穿要简单得多。穿好针线了，把这个拉头缝好，尽量缝得好看些，这样看不出来是我们自己修补的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视频已经看到这里了，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，请您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，您的每一个点赞都是对我最大的支持与鼓励，谢谢大家了。缝好了，我们试试吧，看看再也顺不下去了。这样很轻松的，我们就把这个包包的拉链修好了。怎么样，朋友们，还不错吧？哈哈，包包修好了。那么再来看看我这个羽绒服的拉链坏了，怎么修复的吧，也是给大家最简单的方法，新手小白不会针线活的小姐姐也可以会的。冬天带有拉链的衣服穿得多，但是穿有拉链的衣服有这样一个问题，那就是拉链容易坏。像现在很多人衣服拉链坏了，直接就不穿了，拿去请人修理也麻烦。其实拉链坏了，原因多为底边那块小塑料烂了。只需要我们用一根吸管就能够轻松修复，根本不用花钱请人去修。你是否遇到过衣服拉链头坏了的情况吗？相信大家都遇到过，衣服穿久了之后，拉链头底部出现了磨损脱落，甚至衣服布料都烂了情况。一旦遇到这种情况，衣服拉链就没办法使用了，不仅影响美观，而且还影响正常使用。首先准备一根吸管，并且用剪刀在吸管上面截取一截。吸管相信生活中很常见，比如吃早餐时，牛奶或者豆浆都会用到吸管。把刚才剪下来吸管从侧面垂直剪上一刀。吸管剪完之后，再将吸管上下对折一下，压平就可以了。
我们在衣服拉链头坏掉的位置涂抹一点热熔胶，再往吸管上也涂点热熔胶。涂502也是可以的，最关键的一步来了，那就是立马将吸管粘在原先衣服拉链头底部的位置，等热熔胶凝固之后，它就会取代原先的拉链头底部。另外，热熔胶也能将破损的衣服粘住，不影响拉链正常使用。这样一来，吸管就能修复拉链头底部，从而让衣服拉链能正常使用，不花钱轻松修复。解决了很多家庭，如果家里不喝奶就没有吸管的，可以用下面这个方法的。在农村地区，老阿姨们通常采用这种方式来修理拉链。他们凭借丰富的经验和熟练的技巧，会用针线巧妙地将两个拉链连接起来，使之恢复原有的功能。这一过程并不复杂，只需按照以下步骤操作即可。从拉链的右侧出针拉线，确保线条的走向与拉链的方向一致。接着，回到左侧再次出针拉线，同样保持线条走向的一致性。在这个过程中，要注意控制每条横线的间距，大约在5毫米左右即可，不必过于密集。同时，线条可以稍细一些，这样既能保证缝制效果，又能避免过于突兀。关键在于要不断在左右两侧出针拉线，形成一个连贯的、牢固的缝制结构。持续这样的动作，一直缝制到拉链的领口处。此时，原本出现故障的衣物就能变身为一件时尚的卫衣。这件卫衣设计独特，可以从领口直接套在身上穿着，既方便又实用。为确保缝线牢固，建议使用较粗的线进行缝制，这样既能增强缝线的承重能力，又能提高耐用性。如果没有粗线，也可以将多根细线合并使用，以增强缝线的结实度。这样一来，即使长时间使用，也不用担心缝线断裂的问题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修补包包的方法和修补拉链的方法就分享到这里了。需要的朋友们可以收藏起来试试哦。如果您有更好修补方法，可以下方留言一起聊聊哦。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明天视频再见。